好，我是牙骨小许，我又来了。这次呢，我们来介绍一台之前就有在卖的车哈，叫做 CT20S。为什么我要来推这台或讲这台车哈？因为这台车我们现在进的版本有所不同。这一批我们直接做1000瓦的电机，这台外观跟之前的版本基本上是一模一样，然后一样是搭配长坐垫，坐高也是一样哈。这个坐高是真的会比较偏高一点点，170，我172，我往去看，那要踮脚，要踮脚，所以这个身高最起码要168公分以上，比较适合。那如果像我这种体重大概70几公斤或80公斤以下，其实1000瓦，我那个天桥地下道其实通过性都是 OK 的。那再来看一下哈，我们的车头部分还是跟以前的一样。车头部分，车头灯一样哦，日行灯，好，日行灯的部分一样都有，方向灯都有标配，哦，那20×5的轮胎，碟盘的话是180加厚的，180加厚碟盘，那这边的话是双活塞，好，左右各一个活塞，那刹车基本上以前也是双活塞，可是它这个等级好像又更高，刹车会比以前旧款的还要再利一些。因为毕竟这车子比较重，刹车真的会蛮重视的。最早的 T20 还是说用线刹的，后来很多客人都升级到是那个油刹，因为线刹是根本就刹不住啊，不是刹不住，就刹车距离拉很长啊，哦，有差别。那这次油刹是已经算是第4代的油刹了，又在更强。前叉的部分的话是前面这一支是倒叉式的避震，哦，你看它避震多粗。很粗的一支避震，好，然后但是它不可调，但是 Q 度一定是有的，好 ，Q 度一定是有的。再来看把手的部分呢，把手部分液晶的话用跟 T20 一样的，好 ，T20 Plus 一样的那个液晶萤幕，早期的之前的是用直立式的，你看看，之前是直立式的，薄边的。那现在换成跟 T20 一样，因为控制器不同啊，1000瓦的控制器不同，所以它搭的这个液晶也会不太一样。那一样7段的变速，7段变速，然后钥匙转把开关，好。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啊，这边开机，操控面板的部分，加跟减，好，1 2 3 4 5 5 4 3 2 1，好0。然后 I 的部分就是这边总公里数嘛，单次公里数，然后最高时速，这个是平均时速，总公里数，这部分就是大灯，关灯，好，大灯关灯，跟以前一样，都是蛮亮的，都是2颗鱼眼，好，看一下，好，2颗鱼眼灯，好，它没有远近灯。你看刹车器的部分，如果你是外观是这种的，上面看起来是这个，就是比较新的。好，比较新的型号，那这刹车会比较利索一点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刹车把部分这边还有2个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后视镜的锁孔。好，但是这个锁孔的部分的话，你会要考虑到，就是我们变速的话，这个有可能会去打到后视镜。好，这边会打到后视镜，但是其实这个用的不多啦。我们一般说实在，这种电辅车，我们可能用在3、4、5、6、7档，1、2档基本没什么在用到。啊，方向灯的部分在这边，好，右边、左边，好，喇叭，好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5档，时速在55、56，实际骑大概47、48左右了，啊，时速45也很快了，是吧？哎，很快，对，时速45也够快了。那我们再看一下侧边的部分，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，没有不一样，全部都一样，全部都一模一样。然后48尺的牙盘，然后控制盒。那这边的 logo 不见了 ，CT20S 的这个 logo 不见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是做纯素面的，你们要自己的贴什么贴纸或者记号那些，其实这个你们再自己做处理。好，每一台车自己的风格不太一样。后面的部分也是双挡泥板啊，前面这边有一块。后面的话还有这一块，其实这块要或不要的那种还没什么差好，对不对？是。好，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挡泥板。
然后后尾灯的话也是方向灯的，然后7段变速的压盘，然后一样是Shimano的。好，然后看一下电机，1000瓦的电机，后面的刹车跟前面一样180，然后搭配双活塞，双活塞的，当然那个刹车皮比较大片，不是一般自行车用的那种刹车皮。好，那后轮也是20×5的，多功能胎。避震器避震器不一样，跟之前的不一样，跟之前的长得不一样，没有什么差别啦。你看，对，没什么差别，造型不一样而已。对，那旧款的是长那样，它有银色的，这有做银色的涂装嘛？实际做看看就知道了。这比较硬，比较硬吗？比较硬，那以前是比较软一点，说看看。对，感觉比较软，这个会比较缓，这个骑起来会比较这样子，那个是回弹比较快吧？回弹比较快，回弹比较快。如果体重稍微比较重一点的呢，它的沉下去，像以前那个我们只要装后面的坐垫，有没有？都压到了，就会压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的话，可能比较不会压到，它的回弹的空间会比较大一点，坐上去会比较稍微硬一点，但是它有 Q 度的，它还是有 Q 度的，看得出来。这次我们配20A 的，也是大电池48伏20A 的大电池。这个呢，电池骑的时候，这电池一定要上锁这边有底下一个卡扣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进出，这一定要扣起来。没有扣起来的话，你骑到一半电池会断电，好不好？记得这个东西。我们来讲一下1500瓦跟这台1000瓦的差在哪里主要是在尾数的部分会有差别，因为两台都是48伏，所以起步的动力基本上是一模一样。差在尾数的部分，那尾数的部分，如果我没有要骑到时速40以上，就其实没什么差别。只是说这台车我可能以我体重骑，可能才46、47，那台的1500瓦的可以骑在55左右，时速大概差6公里左右，最高时速。当然时速越高就怎么样？比较耗电，越耗电，对不对？动力部分基本上可以应付的道路都能应付，比在市区来骑的话，除非你要骑到山区或者什么，比较高、比较陡的地方，那个我们可能就考虑到60伏的就好了。我们只是把电机做小一点点，电池25A嘛，原本25A，现在做到20A，但是消费者更容易入手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做这台这种特制车，给消费者。20A 续航力大概多少？20A 实际骑我们不要讲官方数据，实际骑就100，电辅力吧，对，客人骑的续航就100。纯电的部分你都要70左右，60-70。好，我们来讲总结一下如果真的体重比较重90、100公斤，何不考虑60伏的？反而更适合。那平常我们像70几公斤、80公斤的人，基本上骑这台车，天桥地下道或者是比较上坡的地方，基本上是1000瓦都够你使用。再来就是电池多少？这些电池是20A 的，20A 的话续航我们刚才讲多少？100公里。我们讲的是实际100公里，客人实际骑48伏20A，有人给你标200公里。我用换算就可以换算出来，它可以骑这么多远。人踩的200公里吧？对，它是人纯人力踩200可以的。然后，但是你要电辅200，我就基本上你踩给我看，我不相信。就写得很天花乱坠啦。实际上你要换算这些那个真的续航公里数，问我最准，我们最起码做10年了。对，实际公里数我们都可以算给你实际的不是官方数据。我不太爱谈官方数据。客人实际使用的经验值啦。对，客人实际使用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可以骑到多少公里。如果我讲不对，你底下可以反驳我，好不好？是，底下可以反驳我。那第二个就是车体这么大台，它的单价只要5万多块。之前1500瓦25A，它就要卖到62800。我们把电机
下降，续航到100，可以应付所有的天桥地下道。我们刚才讲了嘛，然后续航可以到100，绰绰有余了。我有需要用到这多大电池？真的不够用，这个20A 的电池以后你可以改。好，我们台湾这边就可以直接帮你做改装，然后改到28A， 续航可以到130、140吧。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它因为电机比较小，所以它会比较省电一点点。那车体那么大，很适合我们这种身高体重的人，172，然后骑这种大台的车，是不是看起来很大板？车长就180，对，比较好看，比较好看。好，骑这个车出去就很好看。这台车很多客人买第2台、第3台。是吧？对，你有遇过吧？对，第2台、第3台，第2个就好看。然后现在又是做那种加长座椅，椅子比较长，然后椅垫也比之前旧款的还要软，对吧？对，如果你要更软，我们也有可以帮你改装。我们台湾这边有帮客人去做改装，再加厚，的坐起来跟沙发一样，就真的很好坐。好，毕竟它不会像是这种是复古车。我们先跟大家讲，复古车哈骑起来绝对不会像这种的脚踏车型的好骑。对，好，这种骑，因为我们脚踏的部分这两边比较细，它在踩踏的部分的话会比较轻松。好，这种座椅复古车座椅没有一个是窄的，全部都宽的，所以它在做踩踏的时候这两边会比较宽，是好摩擦会比较强一点。那这台车。就是单价也便宜，便宜多少？我们刚才讲了，原本车价是62800，这台只要55000。电池跟电机这样算下来，你看两个东西算下来就已经折掉8000块。8000块可以干嘛？8000块可以买一颗电机，买一颗电机还有剩，对不对？很划算，对，很划算。那这台车我觉得。让消费者更容易入手，真的体重比较重的人，我们考虑另外一款，就是60伏的。我说实在，60伏的也用不到，不会骑那么快，不会骑那么快。60伏的时速大概到70多吧，对不对？70多，动力又很强。那实际上，在市区去用不到，真的用不到。那比较偏向于体重比较重的人，我觉得你就适合买那种扭力比较大嘛，60伏嘛。对，好，那48伏对一般人70、80公斤够用，前面载一个小朋友，后面还可以这样载老婆。我还没有客人反映说1000瓦动力真的不够了，我们只有客人反映60伏的动力太强，还没有人说1000瓦的不够用，是吧？对啊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就做这种配置，然后让消费者更容易入手这台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讲到这边，然后这台车有喜欢的可以欢迎到店里面来看，然后现在已经量产都出来了，好，可以到店里面来试体验看看，好，差别在哪里？好，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边，再见。